原回答：从赵露思和虞书欣开始，为什么网红艺人受品牌青睐？网红女明星今夏大热，璀璨星河中的赵露思和苍兰诀中的虞书欣，两部热门剧的女主都属于这一类。她们都不属于常规意义上的一流女艺人，长相可爱，都带着明显的甜美少女标签，有着明显的搞笑属性，与粉丝和观众互动亲民，接地气强。她们的网红意识也体现在微博以外的其他社交平台上。在一直不认可明星流量、有一套算法逻辑的小红书中，赵露思是仅次于范冰冰的顶级女明星，虞书欣也处于女明星的上层梯队，尤其是最近上升幅度一直很大。凶猛，而且有明显的上升势头。与其说是网红，不如说是活生生，如此亲近，不是木头美人。这一点与刘亦菲相比是非常明显的。美妆品牌从业者艾伦告诉文娱资本，在他看来，卖作品其实和卖产品没什么区别。赵露思和虞书欣今夏的走红，印证了他们强大的内容制作能力，不仅在剧中，在剧外也是如此。虞书欣和赵露思给的花絮和素材，都是能真正引爆内容的有效素材。品牌合作也是如此，他们有很强的品牌内容标签，能有效种草带货。这样的明星是我们需要的，艾伦说，数据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。自星光灿烂开播以来，赵露思已正式公布了3大代言人：自然堂全球护发代言人、娇兰香水护肤代言人、宝格丽品牌大使。同时，小红书前不久发布的最新视频内容是一个带有牛鬼 socket 标签的 vlog， 明显的软植入广告。另一边，苍兰诀播出速度更快。目前虞书欣还没有解锁新的代言，但是鱼子江知道大量的品牌已经在接触中，同时它的小红书软草价格也明显上涨，但仍然供不应求。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品牌商选择明星代言人合作的一种新思路。垂直赛道的影响力和实际路人种草的能力成为衡量的另一个维度，让网红种草艺人与粉丝粘性高、话题流量强的顶尖代言人一较高下。就像微博热度、超话数据、热搜词条对顶流的价值一样，在草型代言人维度，小红书粉丝数、笔记有效互动量、个性标签也成为了评委恒星长草能力的新指标。与2018年林允靠买得起的女孩这个角色树立口碑的格局不同，欧阳娜娜走在隔壁的形象顿时浮现，范冰冰牢牢占据站顶。现在的小红书女明星梯队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。从小红书目前的顶级女星来看，除了前4的冰林娜薇之外，还有很多后起之秀在各个垂直领域都走出了自己的风格。其中，赵露思牢牢占据第1梯队，粉丝超过1000万，大部分评论和点赞量都在10万加，粉丝活跃度甚至高于拥有1574万粉丝的范冰冰。虞书欣生活在第2梯队，拥有超过500万粉丝，每日笔记点赞数保持在2万到5万之间，热门内容经常超过10万点赞。张雨绮、许璐、白鹿拥有3到500万粉丝，每日内容分享和点赞量在50到1万左右。鹿跳的气势很明显。近6个月，粉丝粘性明显提升，粉丝数量快速增长。综合分析这些小红书明星的内容，可以发现一些共性。首先是更新频率高。赵露思6月从剧组休假后1个月发布了15条笔记，林允8月更新了19条，欧阳娜娜8月更新了12条，范冰冰、虞书欣和白鹿8月都更新了8条以上。更新内容包括生活美图、日常旅行、照片教程、好物分享等。他们大多专注于女明星的日常用品，尤其是美食、妆容和穿搭占据了绝大部分。其中，大部分彩妆和护发视频内容每人每月超过2个，保证了与粉丝动态互动，整体风格十分日常。小红书的运营很重要，虽然背后有专业的团队，但很多艺人需要有自己的想法，因为积累足够的内容素材，需要明星的日常记录和创意。同时，视频素材对艺人也有用，对自己的个人表达能力和 IP 创作能力都有要求。逸轩小泉告诉鱼子江，在 Allen 看来，这些女明星日常发布的内容存在明显的差异和标签，这也考验着她们的个人定位和内容输出能力。举个成功的例子，虞书欣甜酷中带点小性感，赵露思是标准的韩国甜美少女，林允很开放，全靠她的化妆功底，白鹿是韩流风格，她和很多女团成员一起玩吗？很多互动，这些不同的标签是她们能够快速增加和巩固粉丝的关键。小红书明星的独特性很重要，白鹿为什么长得这么快？因为在这条赛道上没有人能和她竞争。但乔欣的难度要大得多。欧阳娜娜已经把隔壁房子的风格做成了小红书，到了极点，她很难脱颖而出。艾伦总结道。
与女明星相比，他们是红红火火的。小红书的男明星整体水位要低很多，白敬亭已经位居榜首，拥有超过500万粉丝，高粘性。大量的笔记和点赞超过20万，他走的是标准的酷炫潮流路线。井柏然属于第二梯队，通过与白敬亭的爱莎，他也成功的在小红书走红。他是潮男圈日杂风格的代表，他还拥有一大批潮流粉丝，标签和日常笔记都很强，点赞数超过2万。此外，张震岳是体育垂直领域的代表，他喜欢滑板、冲浪和露营。在今年炙手可热的野营风之后，他迅速积累了粉丝，甚至被野营爱好者称为攻略之王。虽然粉丝数没有超过100万，但粉丝的粘性也很高。可以发现，男艺人在小红书还有很大的探索空间，相对厂牌竞争并不激烈，比如体育大叔赛道目前还不是特别突出，黄觉老师可以努力。只是注重更新频率和持续的内容输出，如果个人有明确的风格定位，很容易做到。小泉说，小红书粉丝量高、互动粘性强的背后，大部分都是针对种草的，有很直观的验证方法。淘宝上 XXX 搜索同款，看看销量。艾伦说，鱼子江搜索发现，赵露思和白鹿在淘宝上同款销量最高。有月销过万的单品，也有大量月销1000加的产品，丝毫不弱于带货女王杨幂的传统观念。范冰冰、欧阳娜娜、虞书欣等女明星同款也能保持月销量1000加的水平，品类多也显示了他们的种草能力。在男明星领域，白敬亭和井柏然同款单品单价较高，但品类丰富，月销量稳定在200到1000加的水平，在男明星中也是不错的表现星星。在 Allen 看来，这些明星都有很强的内容图片，用户会发现他们的推荐很有用，可以帮助人们学习一些东西。因此，对于品牌来说，他们是可以与他们合作的草根网红。艾伦说，相对不太成功的是关晓彤。虽然他的小红书粉丝已经达到了600万加，但是因为负面舆论太多，内容标签不显眼，他的种草能力还是比较弱的。他之前在经营减肥餐的时候，其实性格比较清晰，但是后来被植物性肉的推广破坏了。这次植草危机带来的口碑风险是可怕的，甚至高于流量艺人代言翻车风险。艾伦表示，相比之下，种草艺人没有强大的粉丝可以追随，所以一旦在公众层面出现与商业有关的口碑危机，就很难建立起积极的种草能力。同理，因各种草廉价货而深陷乱推不挑品质风波的林允，自此带货能力也出现明显下滑。核心是保持垂直品类的高口碑，对大众友好，只要这个不崩溃，小红书上的用户对软草的接受度很高。小泉总结道，所谓软植草，不是简单的品牌曝光，也不是一闪而过的好东西分享，只要说明的内容是亲身使用的，哪怕明明写明艾特的品牌名称以及成分，并且优势明显，用户还是会关心这个。课程内容付费，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赵露思最近在小红书工作室的一个 Vogue 中软植牛轨道插座，在她比较擅长的彩妆和护肤领域，软植的互动量也很有效。完美日记七夕礼盒开箱，展堂头皮精华护理视频，伏尔加夜光面膜彩妆视频，都有种草和搬运货物的能力。评论区充斥着关于食材的讨论、教程，还有推荐其他好东西的声音。另一方面，虞书欣也很擅长视频种草，在她推荐的索菲娜防晒霜的内容下，很多人都觉得终于有人推这个牌子了，油皮一点都不油。此外，白鹿还专程设置了好小红书里名为露露的东西分享栏，用于软草产品。评论区的互动也非常关注产品，数据非常可观。这就是种草明星的好处，他们的软植广告可以让很多用户关注产品，而不是明星本身。顶级卖家因为他的顶级而被卖，粉丝因为他而购买。艺人带货是为了让用户相信商品是真实的、好用的。对于品牌来说，更多的关注产品，也能产生很多衍生的优质评价内容。艾伦说，超头主播失语 ，Z 世代被魅惑，明星网红潜力巨大。算上上述植草艺人的软植入合作，国内护肤、美妆、食品、小家电、时尚运动、服装等都是热门的合作品牌类型。不要小看这些艺人，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，他们的生意收入是非常可观的。我们跟美妆师合作，经常需要等待档期，而且艺人的报价不低，可以高到几百万的水平。艾伦说。
据鱼子江了解，目前品牌与这些垂直明星合作，优先考虑代言加软植入大于软植入大于纯硬代言。一般来说，这些艺人非常愿意接软植入的订单，价格几十万到几百万，单次合作。但我们不能用他们的明星形象进行大规模推广，而且这些都是额外的收费，所以带的货量也是有限的，而且对于品牌来说，有钱就顺便拿不是首选。艾伦说，据他介绍，代言人称号加小红书软植草包装的合作方式更受品牌青睐。虞书欣与索菲娜、贝希罗丽、赵露思与自然堂、娇兰等品牌合作的品牌都属于这一类。鱼子江还了解到，这样的联名合作报价，欧阳娜娜的合作成本可达近千万，而赵露思、白鹿、虞书欣的相关成本也在300万到800万不等。这对于一个品牌来说并不低，但考虑到垂直人才的强大种植效应，大量品牌仍然会经历漫长的排队期。尤其是近1年来，薇娅、李佳琦等道教超级掌门人纷纷失语。品牌在种草带货领域差距较大，对优质网红艺人的需求更强。在热门的美妆和生活方式赛道上，有时排队合作3个月以上，可见他们在商业上的火爆程度。有时候也有排斥，比如范冰冰有自己的品牌，从不接受外界的一些美妆产品；白敬亭也是自己做服装品牌，会拒绝一些跟潮流服装相关的合作，市场还是很紧的。小圆圈说道。Allen 也认为，很多大牌艺人其实很适合转行到种草行业，但他们往往不敢当面尝试。比如 Angelababy， 她其实在小红书上也有粉丝群，是用户非常喜欢的一类美女，可以 hold 住自己的运动风和明艳的调式，但还是有大牌代言的包袱，而且发布的广告也是硬广。TVC， 这不是现在的用户喜欢的，如果换成软植入的体验式广告，数据肯定会好很多。再比如鞠婧祎，她其实是有底子的种草带货，但她一直很可惜，没有全心开发这片区域。对此，小泉似乎认为采用小账户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。很多明星的大号和小号都有2套商业报价，一些大号不方便接收的广告，小号可以接，核心是看艺人自己的意愿。此外，年轻一代对明星的态度转变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。Z 时代艺人群体的迷恋，让他们更追求来自明星的共同感受和自我认同，这也与他们对品牌的迷恋相对应，更强调的是体验感，而不是产品本身。所以当红人是不可逆转的趋势。就像全世界都爱 Ins 和 YouTube， 在中国也爱抖音和小红书。能将自己无限放大成 IP 的艺人是有用的、有效的、有能力的，深受品牌方的喜爱。艾伦说。